6翼与冰凤这对被真仙追杀的亡命组合，在丹田元婴即将溃散之际，突然感受到一股同源寒力的灌注。就算魂飞魄散，6翼也绝不向寒力求助。咱们书接上回，原本端坐于丹田之中，神色萎靡的金银小人，一触到这股真元之力，顿时精神大振，欢腾雀跃起来。6翼再也按捺不住，双目一睁，惊中带喜的发现，这竟是本源之力，对方竟将自己的本源直接灌注给了他。冰凤面无波澜的解释，幸得两人同为奇寒之体，修炼的本源神通也颇相近，否则即便他想分出本源之力，也难以实现。6翼眼中寒光一闪，思忖着有了这本源灌注，可在短时间内将其转化为真元之力，再次施展秘术脱身。但他随即提醒冰凤修为有限，此法难以持续，必须另谋出路。见冰凤神色微动，询问是否已有计策，6翼坦言自己早有一招祸水东移之策，只是此前被强敌紧追，无暇实施，如今借助本源之力争取到时间，便可尝试推行。冰凤闻言，当即催促6翼尽快转化真元，速速行动。6翼低笑一声，称自己心中有数，待稍作恢复，便会赶往最近的传送阵所在城池，再以最快速度进入角赤族领地。他早已探明，角赤族乃雷鸣大陆顶尖势力，族中大成修士不在少数，应当有机会缠住那位紧追不舍的真仙强者。1个月后，角赤族主城之一的盖灵城被一条一望无际的滚滚血河彻底淹没了。无数角赤族人在血河中拼命挣扎哭喊，但却根本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血肉一点点融化开来，并最终和血河融为一体。血河上空，一名看似瘦弱的青年面无表情地悬浮在那里，在其旁边则有上百具角赤族高阶存在的残尸，横七竖八的同样漂浮在那里。其中一具看似完整的尸体，头颅天灵盖处被什么东西一打而开，里面空空如也的样子。突然，远处天边轰雷声一响，一片绿云凭空涌现，化为滚滚雾海的向这边一冲而来。瘦弱青年丝毫异色没有，只是不置可否的转手朝雾海处一望而去。一声霹雳，绿色雾海一冲到血河附近处，往同一处一凝，静一下幻化成一尊1000丈高的绿色魔像，头生笔直独角，体表遍覆绿色魔眼，单手托着一只金灿灿宝塔。那尊绿色魔像体表上千只魔眼朝下方一扫，顿时发出震天咆哮，质问是何人竟敢在盖灵城进行血祭？难道不怕被角赤族抓住后碎尸万段，抽魂炼魄？他同时喝问镇守此城的天象道友何在，为何容此人肆意妄为？瘦弱青年闻言，只是淡淡抬手，指向一旁天灵盖已被揭开、气息全无的尸体，反问天象是否便是眼前这具试图自爆元婴的残躯。绿色魔像体表所有眼珠骤然疯狂转动，传出惊怒交加的声音，称天象道友法力通玄，更有盖灵城大阵护持，绝无可能落得如此下场。青年却神色平静，缓缓说道：若是对方不交出他想要的那2人，很快也会步上同样结局。言语间仿佛是这尊魔像如无物。魔像不解其意，反问是哪2人。青年袖中手指轻弹，一幅卷轴应声飞出，迎风展开，露出其中栩栩如生的一对男女画像，正是6翼与冰凤。他问魔像可曾见过此2人。魔像身上眼珠凝望片刻，发出沉闷的回应，称画像中人并非角赤族裔，自己未曾见过，并反问青年为何来此寻人，与这2人是何关系。青年并不动怒，只默然收起画轴，冷声表示对方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他告诫魔像自己只问不答，并给出3天期限交出2人，若做不到，他将一城接一城血祭整个角赤族。魔像闻言怒极反笑，体表眼珠光芒骤凝，称自己此生从未听过如此狂妄之言。他断然回绝，莫说不知这2人下落，即便知道也绝不可能交出。青年嘴角浮起一丝讥诮，不再多言。话音未落，其身下血河骤然轰鸣，10数道血红赤链如毒蟒般腾空卷起，直扑绿色魔像而去。绿色魔像自然不肯束手待毙，当即一声大喝，手中金色宝塔顿时往对面一抛而出，然后一下放大1000万倍之巨的直奔青年一压而下，同时体表无数魔眼同时一闪，密密麻麻的绿色光丝激射而出，直奔那10几条血色赤链洞穿而去。一时间，血河上空绿气弥漫，轰鸣声震天。不过，这场看似激烈的争斗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所有绿雾全被某种无形力量一震而散，里面魔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之处只有无数淡绿色晶石般碎片洒满一地。而另一端的瘦弱青年手中却多出一团淡绿色的光球，里面隐约有一个头生独角的小人在其中惊恐万分的拼命挣扎不已的，但根本无法逃出那一层淡淡光膜。青年打量了光球中小人2眼后，脸上现出一丝狞笑，一根手指往其中一插，就准确无比地按在了独角小人的头颅上。小人当即一声惨叫，身躯一阵抽搐后，就在光球中无法动弹分毫了。
足足一盏茶功夫后，青年才若有所思地将手指从光球一抽而出，接着略一沉吟，将光球往下方血河中一抛，体表霞光一卷，也一下化为一团金光的投入下方血河之中。下一刻，血河中嗡嗡声一响，河水一阵波涛汹涌，当即带着无数残肢血水的向某个方向滚滚而去。同一时间，在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地方，一男一女两名看似普通的角赤族人正拼命向不远处的另一座角赤族大城飞快疾射而去。那位角赤族女子突然叹了一声，感慨没想到此法竟真能奏效。她提到那位真仙疯子一到盖陵城，二话不说便血祭了全城生灵，连镇守此处的大城修士都被掏去元婴，瞬间殒命。一旁的角赤族男子却冷冷回应，表示这并不意外。他指出，那疯子并非看不穿他们借体祭附神魂的手段，只是本就嗜好血祭，又极为自负，如今既有现成借口，自然懒得分辨真假。以其仙人之能，寻常大城如何抵挡得住？女子闻言仍有不解，称没想到对方竟掌握如此完整的祭附神魂秘术，还能暂时摆脱追踪。若早知如此，何须先前被追杀的那般狼狈？男子却语气中带着几分郁闷，解释道：这秘术不同于普通的神念祭附或元婴夺舍，需将完整神魂寄予他人肉身，施法极为凶险，自己也只有7、8成把握。一旦施展，本体便会陷入沉睡，只能由继父之体携带行动，大半神通亦遭封印，因此不到绝境绝不会动用。至于为何能暂时遮蔽追踪，他推测或许因这秘术本就源于仙界，这一点倒是先前未曾料到的。而他原本备下的另一种趁乱脱身手段，反倒未能派上用场。听二人对话，赫然正是六义与冰凤。原来他们不知以何种方法将神魂寄附于2名角赤族修士体内，暂时摆脱了马良的追杀。冰凤闻言诧异，追问对方如何得到这等仙界秘术。六义坦言，当年在蛮荒误入一处异族洞府，从中获赠一页精确玉书，内在一门惊人仙家秘术。可惜该术需仙人之躯方能完整施展，这寄附神魂之法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他唯一能勉强修习的内容。只是继父仅能维持半日，时间一到就必须返回本体，否则倒真有望就此远遁。冰凤却看得开，称这仙术能暂时遮蔽神魂追踪，已是意外之喜。当下最要紧的是趁效果尚在，尽快赶至角赤族另一座主城。以角赤族在雷霆大陆的跋扈脾性，加上盖陵城血祭之仇，他不信双方不会大打出手。只要那疯子稍被牵制，他们便可再寻超级传送阵返回丰原大陆。届时对方若未立刻追至，再想寻到他们就不容易了。若实在无路可走，或许还可寻韩道友相助，以他当年斩杀冥虫之母的神通，未必没有办法解除二人身上的神魂印记。六义一听韩立二字，顿时大怒，表示宁可陨落也绝不走这一步。冰凤却淡淡提醒对方，将那真仙得罪至此，若真被擒住，恐怕不止陨落那么简单。六义稍缓情绪，直到此时不必多言，将来之事将来再说，或许一回到丰原大陆便能摆脱追杀。冰凤也不再坚持，只催促尽快赶路。他已隐隐感到这具继父之躯支撑不久，那疯子恐怕很快就能重新锁定他们的位置。于是二人不再多言，盾光骤然加紧，化作2道青红破空疾驰而去。半个月后，如影跟随而至另一座角赤族主城的瘦弱青年，正打算同样操纵血和血祭整座城中生灵的时候，终于迎头碰上了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角赤族6大大城老祖。角赤一族在本族如此多人被血祭，外加有2名大城老祖被灭情形下，自然绝不会再和眼前这位大敌有任何坐下商谈的意思。方一现身，立刻联手催动了早已布下的一座厉害之极禁制。而那位降临真仙这一次也未再动用那张神秘符箓解除身上法则之链，只是用本身神通和这6名大城老祖展开了一番震惊天地的大战。角赤族6名大城老祖明显都不是一般大城存在，竟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界强者，6人联手外加有禁制辅助下，几乎足可以横扫整个雷鸣大陆。马良这位降临真仙虽然大半实力受限，但在有数多仙家秘术外加数件真正仙界宝物辅助下，自然更是丝毫畏惧之意没有。双方一交手，竟成旗鼓信当之势，但也让后面争斗自然越发激烈起来。最终此大战一直持续了大半日之久，最终以4名角赤族大城陨落，2名角赤族大城重伤逃遁而结束。不过在此战的最后关头，角赤族数名大城同时自爆了数件玄天残宝，同样出其不意地击伤了马良。这位降临真仙大怒之下，当即一路大开杀戒，又连续血祭了3座角赤族的大城。在如此情形下，角赤族剩余高层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借助上古契约之力，一口气从其他空间召唤出了3头一直受他们供奉的上古真灵提龙、太阙、杨鹿，并和马良再次展开了一场旷世之战。这次激战一直持续数日之久，并且直接波及了方圆100万里内的地域。3日后，当激战波动方一休止的时候，附近的角赤族人立刻赶了过去。
结果大战处除了天翻地覆般的大战痕迹外，三头上古真灵赫然不翼而飞，马良也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后，角吃族用各种秘术联系这三头上古真灵，却丝毫效果没有，这让整个角吃族高层一下面面相觑起来。而这时，有关绝世凶魔在血天大陆上所做下的一系列事情，也终于传回到了雷鸣大陆之上。在马良这位凶魔下落不明情况下，雷霆大陆各族一时间人人谈魔色变。六翼冰凤一听马良失踪的消息，自然大喜过望，毫不犹豫地按照原先计划行事起来。二者在1个多月后就进入另一大族领地，在付出了一些报酬后，终于借助其所有的跨大陆传送阵返回了丰原大陆。同一时间，霞光翻卷间，韩立带着南宫丸等人出现在丰原大陆一角的大型传送法阵中。法阵位于大殿内，四周有数十名守卫值守。骤然见到这般多人出现，守卫并未显出惊色。一名为首的甲士上前恭敬禀报说，他们奉命前来迎接韩前辈，总执事大人已在附近等候多时，希望能与前辈一见。韩立目光微动，点了点头，表示既是明尊相邀，自然要前去相见。他随即吩咐甲士带路，又对南宫丸嘱咐，让他带众人在殿外稍作休息。南宫丸会意，示意众人离开传送阵，一同在大殿外寻了一处地方盘膝坐下。而韩立已跟随甲士朝大殿旁一座隐于密林中的石屋走去。尚未走到近前，石门便从内推开，传来一道苍老声音，招呼韩立入内，称自己已等候多时。韩立应声迈步，径直走入石屋。屋内陈设简单，仅有一张淡黄木桌与数把檀木椅。一名赤发老者坐在椅上，正低头把玩一枚温润的白色玉简。见韩立进来，老者抬头含笑，请他落座，并为自己先前将消息透露给碧影之事致歉。韩立摆摆手，称此事已无需再提。碧影道友既已陨落，多说无益。言罢，他在老者对面坦然坐下。老者感叹自己也没料到碧影竟会先一步离去，料想血天大陆那边联盟势力必受重挫，难免有所收缩。韩立回应，联盟在血天确实收拢了部分人手，不过几位长老出面主持大局，局面尚算平稳。他此番能顺利返回丰原，也多亏那几位长老相助。老者神色稍缓，随即正色询问韩立对那绝世凶魔之事了解多少。韩立神情凝重，坦言自己从联盟几位长老处所知虽不算详尽，但也绝非一无所知。毫无疑问，此魔实力堪比当年的鸣虫之母。老者点头，接着提到此魔在雷鸣大陆上的最新动向，问韩立是否知晓。韩立心头一凛，追问对方是否又做出了什么惊人举动。老者面色一沉，说此次造成的轰动比在血天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言毕，他手腕一抖，将那枚玉简抛向韩立。韩立接住玉简，往额前一贴，神识探入其中。片刻后，他面色微沉地取下玉简，缓缓开口，称没想到此魔竟惹上了角吃族，连斩4名大臣，还与三头上古真灵交手。只是玉简中所提的失踪又是何意？老者解释，此魔在与三头真灵一战后，便在雷鸣大陆上失去踪迹，再无人寻得其下落。韩立察言观色，看出对方神色间隐有忧虑，便直接询问联盟是否另有发现。老者坦言，联盟确实有人在大战刚结束时混入现场探查，发现了一丝极淡的空间波动，以及附近虚空被破开的痕迹。可惜后续用尽手段，也无法继续追踪。韩立闻言脸色微变，推测此魔并未陨落，而是借空间之力暂时隐匿了起来。老者缓缓点头，表示多半如此。韩立沉吟片刻，反问对方既如此担忧，又为何特意召自己前来商议？老者忽然一笑，说韩立这是明知故问。那凶魔既已先后现身谢天与雷鸣，来到丰原大陆也并非不可能。韩立身为人族大成，丰原顶尖存在，岂能对此凶魔置之不理？难道不怕他寻至人族进行血祭？以角吃族那等超级大族都元气大伤，丰原的中小族群若被盯上，恐有灭族之危。韩立嘿嘿一笑，语气淡然，说丰原大陆种族众多，那凶魔怎会如此凑巧找上人族这等弱族？他倒觉得那些大族更引人注目。老者却道，联盟早已分析过此魔血祭对象的特点，发现他似乎并无明确目标，只要遇到生灵聚集稠密之处，都有可能出手。人族虽以往名声不显，但那是因为缺乏顶尖大成，若论族人数量与聚集密度，实则排在大陆前列。韩兄又怎能断定那疯子不会找上门来？韩立瞳孔微缩，面上不动声色，只问对方是否在威胁自己。老者连称绝无此意，只是陈述事实。他还提到，此魔似乎与韩立有些关联，找到人族头上的几率或许比想象中更高。韩立微微一怔，追问此言何意。老者也不多言，翻手取出另一枚玉简，五指轻挥，一片光霞从中卷出，显出一男一女两幅影像。他问韩立是否认得画中人。韩立双目微眯，神色略显意外。老者见状，便说：“看来道友确实认得，不知可否告知二人来历？”韩立凝视画像片刻，
才摇头表示自己只认得其中那名女子。她名叫冰凤，虽非人族，但与自己有些渊源。他反问此事怎会与他有关，又问那男子又是何人。老者坦言自己也不清楚男子具体来历，只知他应是丰原大陆之人，且曾现出6翼蜈蚣本体，实力在大城中不算弱。此人与冰凤似乎狠狠得罪了那凶魔，竟被对方从血天一路追杀至雷鸣大陆。他甚至怀疑凶魔会找上脚吃足，或许也与二人使了些手段有关。6翼蜈蚣被那凶魔一直追杀，韩立纵然一向沉稳，面上也难掩一丝惊讶。老者目光一闪，追问韩立是否想起了什么。韩立望着画像，若有所思道：若未猜错，这男子应当也是自己一位故人，只是没想到会变成这般模样。老者缓缓说道：原来二人皆是韩立故人，如此说来，人族恐怕真有大危险了。万一那疯子得知二人来历，难保不会寻至贵族。韩立眉头微皱，说此话虽有些夸大，但自己似乎确实难以置身事外了。他随即询问二人如今身在何处，是否还在雷霆大陆。老者答道：根据联盟追查，这二人与那凶魔几乎一前一后失去了踪影。他望着韩立，反问以韩立对二人的了解，觉得他们可能去往何处。韩立摇头，不动声色地表示自己虽认得他们，但已多年未见，实在难以推测。老者却紧追不舍，问二人是否会回丰原寻找韩立。韩立轻叹一声，说却不排除这种可能。若真如此，自己倒真要头疼一番了。言至此，他忽然反问老者，认为那凶魔是仙界仙人的可能性有多大？老者脸色微变，沉吟后坦言，自己判断有99%的可能。韩立追问对方为何如此肯定，老者苦笑一声，解释道：很简单，因为此人施展的几种神通却是仙界秘术，这一点他可以保证。其先祖正是仙人嫡系后人，虽未传承仙界功法，却留下了一些相关描述与说明。韩立闻言沉吟道：原来如此，看来此人却是真仙无疑了，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将自己召来，说了这许多，总不会是真想让自己孤身去对付这位仙界之人吧？老者连忙表示绝无此意。他说自己是为了整个丰原大陆着想，才提议各方共进退。诸界与仙界失联已久，如今突然有这样一位强大的仙人降临，其真正目的不明。若他真来丰原大开杀戒，大陆顶尖强者必须集中力量，或逼其离开，或将其彻底镇压。若各自为战，只会被逐一击破。韩立神情微动，反问血天大陆的血道宗门似乎也曾尝试联手，还不是被对方以绝对力量击溃。老者神色一肃，说血天那些人太小瞧了对手，在未弄清对方底细前，仅聚集了10余名大成，其中真正强者不过3、4人，失败在所难免。而自己此番提议的联手，是要集结丰原所有能排进前列的强者，联盟也会召唤强大真灵参战，必能一战攻城。一名仙人纵然再强，在实力大半被封印的情形下，绝无可能与这般联手之力抗衡。韩立有些意外，问对方真能同时请来这么多人？除自己之外，也有多少人答应此事？老者让韩立放心，说除韩立外，也有多位道友明确表示，只要此真先踏上丰原大陆，便愿参与联手。其余道友只要联系上，在利害相关之下，应当也不会拒绝。毕竟谁也不愿见到一名仙人在本大陆肆意妄为。韩立脸色阴晴不定，思量许久，才缓缓点头，表示可以暂且答应。但若到时联盟无法聚集足够多的强者，自己即使到场，也会立刻离开。老者哈哈一笑，说韩兄尽管安心，若真凑不齐人手，他自己也不会白白送死。言罢，他取出一张淡银色符箓抛向韩立，称此乃传讯符，一旦有那真仙的消息，便会立刻传讯给诸位，并安排大家尽快聚集。韩立点点头，袖子一卷，就将此符箓无声地收进了袖筒之中。又约定了几样事情后，韩立终于告辞地离开了石屋。片刻功夫后，大殿上空一声轰鸣后，一艘黑色巨舟破空地向远处激射而去了。韩立站在船首处，眺望着远处虚空，面上一片沉吟之色。夫君，那位明道友找你，可有什么要紧事情？背后脚步声一响，一个温婉声音传来，赫然是南宫婉绰约走了过来，并关切地问了一句：这事可说来话长了，回船舱中后，为夫再细细和你说讲述吧。韩立苦笑一声后，才回转身子地说道。数个月后，某个神秘空间中，3头形态狰狞的巨兽各自死死咬住一根紫金色锁链，满脸不安地盯着3根锁链另一端处，一同样锁链缠绕全身的黑袍青年。此青年虽然被困般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面上毫无惊惧之色，反而用一种讥讽目光不停看着身边3头巨兽。不知过了多久后，黑袍青年终于开口了，但声音冰冷异常，丝毫感情没有。你们3个若肯现在有人降服的话，我还可履行先前的承诺，饶你们不死，将你们收为麾下灵仆来用，并在事后带你们一同去那真仙界。否则等法则之链正式反噬后，你等3个就一同陨落在法则之力下吧。不可，法则之链的反噬明明应该只是针对你这名仙界仙人，为何会连我等3个都会被一同牵扯进去？就算此链真的反噬，也应该是你承受其中大半力量，剩余小半我等3个共同分担下，应该并无大碍的。
其中一头鹿首熊身的怪兽身上响起了惊怒之极的声音：“嘿嘿，也不知哪个蠢货教给你们的这种激发法则之恋的办法，明明只是半知半解，竟然还敢用在我的身上。不过要不是我反应够快，及时用空间秘宝将你们一同拉扯进来，恐怕还真可能在外面遭了其他人的暗算。但现在嘛，我们互相牵制之下，只能静等法则之力的反噬了。但其中的厉害处，又岂是你们区区的下等真灵能想象的？就算只是小半反噬之力，也足以让你们当场飞灰烟灭。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感到体内真元开始被法则之链慢慢的吞噬了吧？而本座的仙人之身之强大，更不是你们这些下等存在可比的。外加我还有仙家秘宝护身，就算承受更大的反噬，也不过是多休养一段时间罢了。”黑袍青年嘿嘿一笑，带有轻蔑之意的说道：“胡说！这种方法是金龙王大人亲自传授的，怎可能有假？你休想用区区一颗丹药就在我们中挑拨什么？哼！要真是如此，你只要静等就行了，又何必对我们三个说这些话语？”鹿首熊身怪兽哼了一声，发出咆哮之声的回应道。而其他二兽闻听此言，均都面色极其难看起来。要不是我还有正事要做，不想在你们身上耽搁什么时间，会和你们废话什么？算了，本仙再给你们一个许诺，只要有谁愿意先驻守的话，我除了可以带其去仙界，还可以赏赐他一粒真魂丹，让其成就真仙之魂。但是此承诺也只在半日之内有效，过了此时间，休想我再答应任何事情。黑袍青年终于露出了几分不耐之色。真魂丹！其他两头怪兽听到此承诺，均都心头一震，目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丝火热之色来。此丹对他们诱惑之大，几乎均有刹那间的怦然心动。是不久后神魂俱灭，还是作为本仙灵图得赐灵丹的一同去那仙界，就由你们自己选择了。至于你们和角吃族之间的约束，甚至和此界的一切联系，我也都可以帮你们斩断开来。而下面我不会再多说半个字。黑袍青年冷笑的说完之后，将双目一闭，竟看似惬意的在重重捆束中闭目养神起来。三头巨兽闻言，面面相觑的互望一眼，不禁神色各异起来，却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